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草泥捏汉堡，今天为大家带来搞笑的浓美漫辛普森家第12季第5集。今天辛普森家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调皮捣蛋小新竟然得了一次 A， 于是全家人专门到饭店庆祝。看爸爸妈妈对小新赞赏有加，新小美有些不服气。他从学前班开始就一直得 A， 也没见他们这么表扬自己。不过他们没有理会女儿，现在全家人只想知道这个天文学的 A 是怎么样得来的。小新很赞地说：“全力以赴，好好学习而已。”辛巴马上就忍不住笑了：“别卖关子了，我们还不了解你吗？”于是小新又讲述前那天真实情况，还记得那是上周的一节小艾老师的课。当时小新正在试图强行喂仓鼠吃蜥蜴，以创造出一种惊世骇俗的超级生物。不料这时他看到了一件更加违反自然规律的罪行，那就是校长和小艾正抱在一起，他们只顾着暧昧，完全没有发现教室里还有别人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小新才有机会溜进另一个房间，透过门缝，他发现这两人似乎还有进一步的举动。小新被吓坏了，只得尝试转移注意力。然后他又看到了墙上天文学知识，这生平第一次他想要主动去学习，所以考试的时候所有的答案都刻在脑子里了。正当辛巴说为儿子骄傲时，侍者拿来了辛巴的信用卡，并告诉他的卡被拒了。POS 机上不停重复着赖账人，这就有点尴尬了。辛巴马上就掏出其他的信用卡，然后猛地扔到侍卫的脸上，接着全家人就开始拼命往外逃。但这家店显然已经早有防备，直接封闭了出口。即使被抓住了，辛巴还是一脸豪横：“你们能把我们怎么样？”然后全家人都上台表演了。一曲毕，店长还没有打算放他们走，说表演的没有激情，于是辛巴又给他们来了首有激情的。最后一家人总算被放了。回家路上大家都很疲惫，辛巴很是不解，什么时候我们沦落到社会底层了？辛巴回答：“大概是所有流浪汉都死于寒流的时候吧。”这时辛小妹出言询问爸爸后座去哪了。原来兄妹俩直接站在架子上，后座卖了换石油，石油没买换了新喇叭，车子也罢工了。辛妈安慰丈夫，他们应该找个财务规划师聊聊了。财务规划师仔细看了辛巴的财务状况，不仅没有积蓄，还有好几笔抵押借款，除此之外还有信用卡的借款要还，还有一个老父亲需要赡养。辛巴不愧是大孝子，马上表示自己可以不养。经过数据分析，辛巴必须宣告破产，而且不止一次。规划师又展示一下他们一家人未来几十年的状况，并且表示辛巴死后还是会缺钱，不单是坟头草无人修剪，坟墓还会被人恶意破坏。凭辛巴的智商，根本不可能通过精打计算过上好日子，要想过得舒服，只能赚更多的钱。至于如何赚钱，这就不是规划师的范畴了。聊天结束，该付钱的时候，辛巴又故技重施，让他老婆跑路了。核电厂内，秘书找到了秃头，他们需要请1周的假。一直以来，秘书都在写一部关于 MS 娃娃的音乐剧，现在已经订好了新墨西哥的一家小剧院，他想去那里实现自己的梦想。眼见秘书去意已决，秃头也不好再拉下脸挽留，于是就只得批准他假期。秘书走后，秃头独自在核电厂内晃悠，他觉得没了秘书，自己一定会有更多乐趣。很快，他就发现糖果自动贩卖机，但他显然不知道这玩意儿该如何操作，对着机就说自己要2磅的太妃糖。等了一会儿，对方毫无反应，于是秃头将贩卖机当做了敌人。这时正是员工们的午餐时间，辛巴拿着啤酒不停的吨。莱尼有些惊讶，因为以前他们不会在午餐时间喝这么多的啤酒。辛巴这么做的确是有原因的，他想壮壮胆子，去找秃头加薪，或者换个工资更高的职位，以此来解决自己的财务问题。刚好秃头一个人转到了食堂，卡尔提醒辛巴，他的机会来了。辛巴又猛灌了一口啤酒，来到了秃头身边，他此时正被玻璃罩挡着，不知该如何下手。辛巴按下秃头头，告诉他这才是拿沙拉的正确方式。见老板心情不错，辛巴马上就提出了加薪的要求。你想加多少？很多，看来是很缺钱。秃头给了辛巴30秒来说服自己。见有机会，辛巴就开始各种卖惨，什么老婆腿瘸了、孩子残了之类的。但感情牌在秃头这里可不管用，他只是想让辛巴给自己找点乐子。辛巴想了想，又打算说些新闻。秃头觉得无聊至极，于是拿个布丁给他，让辛巴将这个扔到莱尼脸上。辛巴刚开始是拒绝的，但架不住4块钱的诱惑。有了第一次之后，自然就没有什么心理障碍了，更何况第2次涨到了8块钱。然后趁着莱尼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又挨了1块布丁。秃头高兴坏了，当即表示让辛巴做自己的娱乐主管。不过紧接着他又觉得还是恶作剧猴子更好。辛巴现在就是只要有钱拿，做什么都可以。还没等秃头吩咐，他又朝着卡尔扔了个布丁，没想到秃头十分心疼，还亲自给卡尔清洗干净。在核电厂内整蛊已经满足不了秃头了，他又将苗头对准漫画男，他交给了辛巴一个皮箱，就让他进去了。辛巴一进去就说自己要全线蜘蛛侠第1册，漫画男没有搭理他，
哪里来的傻瓜，胆敢口出狂言。然后辛巴就打开了鞋带的皮箱，绿油油钞票让漫画男眼睛都直了，马上就掏出怀中的钥匙，取出了这本宝贝。他小心翼翼用镊子夹出，询问辛巴用纸袋还是用塑料袋装。不料辛巴毫不避讳从他手里接过，说自己在这吃就不用打包了，然后就当着漫画男的面一页页的吃了起来。这举动直接将他逼得倒地抽搐。秃头很满意辛巴的整蛊，辛巴没有多说什么，他只想要钱。但秃头怎么会轻易给他呢？只见他掏出一把扔在了地上，看到辛巴趴在地上去捡，他开心极了。之后秃头又带着辛巴到了公共男厕所，让他只穿尿布躺在地上，嘴里还得说帮我个忙吧，我拉臭臭了。这些出格举动确实让辛巴赚了很多钱，他用这些钱给孩子们接种了好几种疫苗。辛妈忍不住询问丈夫这些钱从何而来，辛巴当然不可能实话实说，只说在帮秃头做一些外面的项目，比如缩减规模、信息化、职场壁垒等等。听他说的头头是道，辛巴也没有多问。他现在很为辛巴骄傲，说他是个养家糊口的好父亲，还让孩子们都来谢谢爸爸让他们打针。一天，秃头将辛巴带到了动物园，此时熊猫基地那里围了很多观众。这次秃头恶作剧就是让辛巴穿着熊猫装，在众人面前表演凌笛舞。在主持人的介绍过后，辛巴就上场了，没有磨蹭，他来到众人面前又开始跳舞。见这只熊猫跳得如此卖力，主持人觉得他好像过于活泼了，于是就让2个饲养员电了他，还美名其曰这样的电击对于熊猫来说只是挠痒痒，他可能不会知道里面的辛巴是如何苦不堪言。对于辛巴痛苦的吼叫，饲养员表示熊猫是在说我爱你，接着又被电了几下，辛巴直接瘫在地上了。辛小妹见熊猫这个样子，发现了一些不对劲。这时另一个洞里出来了一只真熊猫，眼见它越来越靠近，辛巴忙向秃头求救，但他没有半点要拯救辛巴的意思，正扶着假山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呢。辛巴原想逃跑，没想到踢到石头绊倒了，于是就被熊猫给拖走了。等到熊猫彻底睡熟，辛巴才找到机会溜走，还没有翻过防护网，就被上面铁丝勾住了。熊猫头掉落，露出了辛巴的脸，这正好被亲爱的辛小妹看到了，于是她知道那只熊猫就是辛巴。在休息长椅上，辛小妹为爸爸处理了伤口，现在真相一目了然，这就是辛巴为秃头做的神秘工作，为了金钱要出卖自己的尊严。辛小妹告诫爸爸，他以后不能再这样了。辛巴也同意了。不料此时秃头声音在他们耳边响起，他说干得好，猴子，还为那只意外出现真熊猫感到无比高兴。都这时候了，秃头还在说这些。辛巴很生气地质问他为什么不来救自己，秃头倒是一脸坦然，我吗？我正忙着不要笑掉下巴呢。看他满不在乎，辛巴很不满，他要求秃头稍微尊重一下自己，但他的要求在秃头眼里注定是可笑的。他又掏出了一打钱，希望能让辛巴继续放弃尊严。见爸爸又有沦陷的苗头，辛小妹连忙冲过来挡在秃头面前，你走开，他不要你的脏钱。得了吧，任何人都可以拿钱搞定。这时辛巴又有些犹豫了，不过女儿的话让他清醒了过来。他坚定对秃头说，我也许光着身子还散发着熊猫的味道，但亡羊补牢，为时不晚。秃头不希望辛巴硬气起来，于是又加了一些钱让他收回那些话，而且不容他拒绝，直接塞进他的嘴里。没等辛巴将钱退给自己，秃头就离开了。临走前还说了一句，猴子好像进化成人了，虽然失去了财富密码，但辛小妹很为爸爸骄傲。辛巴很高兴女儿能这么想，不过他突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钱了。辛小妹建议也许可以为贫穷的孩子带来一个快乐的假期，这倒是一个挽尊的机会。之后辛巴来到了玩具城，用1篮子钱买下所有的玩具送给了穷人孩子们。玩具城老板得知后连连夸赞辛巴堪比当代圣诞老人，而且为了宣扬他的善举，老板临时决定搞一个小型的感恩节游行，还让辛巴扮演圣诞老人。全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都很高兴，纷纷参加圣诞老人的准备工作。虽然是临时起意，但几乎全镇子人都来了，人们围绕在街道的两边观看天空中飘过的巨型气球，还有很多小朋友在期待圣诞老人的到来。没过多久，辛巴又驾车进入了人们的视线，他将包装好的礼物洒向围观的孩子们。就在他立于车上发表祝福的时候，一辆邪恶的车悄然靠近，只见秃头拖着一个大袋子登上辛巴的车。辛巴很诧异，他们的合约已经结束了，但秃头并没有打算放过他，因为他有了更加疯狂的想法，想让所有人都卑躬屈膝。然后他小声讲述了他设计的恶作剧。听过之后，辛巴严词的拒绝了，不行，给多少钱都不行。秃头似乎铁了心要用金钱腐蚀他，直接拿出100万放在他的面前。辛巴看看孩子们，又看了看秃头，他犹豫了。紧接着，圣诞老人来到人群的中心地带，他没有向孩子们分发礼物，而是给翘首以盼的人们交上鱼的内脏。这大范围的攻击，所有人都没能幸免。更糟糕的是，海鸥来了，他啄食人们身上内脏残留。辛小妹失望的看着这一切，爸爸，你还是出卖了灵魂。我没有的，宝贝，你在这里。
里，那踩车上的人是谁？那还有谁？当然是秃头的新猴子。接着，全家人就被泼了一身鱼的内脏，人为财死，鸟为食亡，似乎是无法摆脱的宿命。当一个人连生存都成问题的时候，良心以及尊严好像都不那么重要了。作为一家之主的辛巴，偶然间得知家里的财政困境，像所有顶梁柱一样，他担起了责任，但却采用了最卑微的方式，那就是彻底放弃做人的资格。或许这样的确可以轻易的过上好日子，却也会让自己沦为只会满足原始欲望的野兽，成为别人随意摆弄的玩偶、奴隶。人之所以区别于其他动物，正是在于我们拥有良心、尊严，懂得如何体面满足自己的欲望。只有通过努力得来的一切，才能有说话的权利，不屈服的印记。但话虽如此，能做到者又有几个人呢？就像鱼的心脏一定会招来鸟儿，有利益的地方就少不了前仆后继的人潮。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小伙伴别忘点赞、评论、关注，咱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